大熊养了棵小树苗当宠物，不仅会蹦会跳，还能看电视，甚至还能和外星人沟通，拯救地球。这是什么神奇操作？那天，大熊和哆啦 A 梦一起来到了后山，后山正在拆迁施工，这里马上就要建造成住宅区，大量的树木都被砍掉了。大熊从小就在后山上爬树摘果子，看着后山就要大变样了，心里还有些舍不得。两个人在后山上走着走着，低头一看，哎，这儿怎么还有棵小树苗呢？看着这棵小树苗，大熊竟然哭了起来，因为一看到这棵树苗才刚刚长出来就要被施工队挖掉，他就越想越难过。明明这棵树苗今后还可以存活，还可以活好几百年，说不定还能长成参天大树。哆啦 A 梦提议，他们可以把这棵小树苗带回家里种上，这样就能延续这个可爱的小生命了。但就在大熊拿出铲子选好地方准备动工的时候，妈妈站出来泼了一盆冷水。家里这么小的院子里是种不了这样的大树的，他们的移栽计划只能泡汤。可是总不能把小树苗又插回后山去吧？哆啦 A 梦又有主意了，他掏出了一个新道具——植物移动液，然后一股脑全都浇在小树苗上。我们先不管它浇这么多水，树苗会不会淹死？总之，这棵树苗在浇完水之后，竟然真的活蹦乱跳了。这可是个新鲜玩意儿，我长这么大还头一回见小树苗成精的呢。大熊赶紧牵着小树苗进了屋，妈妈问他小树苗挪出去了没有。大熊说就让他和我住就好了。也不知道是妈妈反射弧太长，还是接受能力太强，竟然非常坦然地接受了这个魔幻的事实。这棵小树苗实在是太可爱了，大熊想要给它取个名字，哆啦 A 梦想要叫它小绿，但是大熊觉得这也太像个女孩子名字了吧。不过一棵树你还分什么男女啊？大熊想要叫它树宝宝，这个名字着实也没有好到哪去。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取的名字好听，但是小树苗竟然在大熊说到树宝宝的时候点了点头表示同意。大熊高兴的一把抱住了它，看着这画面怎么这么奇怪呢？树宝宝虽然成了精，但还是要吃东西的，不过只需要把养料放在水盆里，让它跳进去泡澡就可以了。树宝宝跳进小水盆里的样子像极了自愿洗澡的乖狗狗。大熊在看漫画的时候，树宝宝也凑了过来。哆啦 A 梦说他也有思考能力，只要你肯教的话，他什么都能记住。大熊一听就来了兴趣，那就来教树宝宝认字吧。他指着漫画书上的汉字一个个给树宝宝看，还说起了每个字的意思。小树苗竟然听得津津有味。现在它可不是一棵普通的树苗了，它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质量树苗。妈妈这时候进来，让大熊赶快写作业。小树苗也跳到了桌子上，好像很感兴趣的样子。说不定大熊不会做的题，树宝宝都会做呢。毕竟这可是一棵建国之后还成了精的树苗啊！今后说不定还能考上大学呢。大熊到了学校里，还在向小伙伴们炫耀自己的新宠物。金香听到树宝宝这个名字，只觉得很可爱。胖虎和小夫却在嘲笑他的古怪。大熊说要回家和树宝宝一起学习去了，就一个人先走了。金香觉得树也会学习，听起来很梦幻，但是我怎么觉得大熊会学习听起来更梦幻？大熊一回家，树宝宝就朝他扑了上来。这个熟悉的蹭蹭抱抱举高高的动作，树宝宝真的不是狗狗变的吗？到了晚上，树宝宝还和一家人一起看电视，而且还特别喜欢教育类的节目，这可比大熊好学多了。以后该不会演变成树宝宝教大熊写作业吧？树宝宝一听见外面下雨，就兴奋了起来，一下窜到了窗帘前。哆啦 A 梦这才想起来把推拉门打开放他出去。等到了外面，树宝宝甚至在雨里跳起了爱的华尔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树宝宝的发声部位到底是在哪儿呢？这时一道闪电闪过天空，竟然是外星人的飞船又飞来了地球。哎呦，这是谁家把两顶帽子放在一起了？这次的外星人是一群植物星人。他们调查了地球上的植物现状，惊讶地发现地球上的植物既不能说话，也不能行动，就像是进化不完全一样。但是他们依然觉得这些植物是自己的同类，而且现在地球上植物的处境很艰难，经常被人类大规模砍伐。再这样下去，地球上的植物都要灭绝了。同样身为植物的他们怎么能坐视不理呢？所以这群植物人决定拯救地球的植物，讨伐可恶的人类。而地球上的大熊还对这一切一无所知。树宝宝越来越喜欢看书看报，每天都窝在家里不出去。大熊和哆啦 A 梦决定带他去后山晒晒太阳。
树宝宝一出门，蹦跶的那叫一个欢快。但是大雄和哆啦 A 梦却在担心起这里其他的树木，这里所有的树马上就要被砍掉了，他们也没有办法。这种话可不轻说啊！树宝宝一听，吓得瑟瑟发抖，拔腿就跑。大雄和哆啦 A 梦根本就追不上。到了傍晚，树宝宝还没找到，外星人就来了。地上所有的植物都被飞船吸得拔地而起，就连哆啦 A 梦和大雄都被吸进了飞船里。他们在飞船里还碰到了2个植物人，一个扫把头，一个爆炸头，看样子应该就是植物星人的先头部队。扫把头没想到他们回收植物还不小心收来了2个人类，但是在地球植物回收计划完成之前是不可能放他们回去的。大雄和哆啦 A 梦一听这话就慌了，地球上要是没了植物，其他动物包括人类都会死的呀，这可大事不妙啊！他们2人刚要反抗，栏杆上那一排花花就射出了子弹。这是什么植物大战僵尸沉浸式表演？那一排子弹打得哆啦 A 梦和大雄都摔回了水里。那个爆炸头植物人竟然还能使出妙蛙种子的绝招，一个藤鞭就把2人缠了起来。大雄和哆啦 A 梦被吊在半空，扫把头还想继续教训这些可恶的人类，但是就在此时，他们的救星出现了。树宝宝竟然开口说话了。树宝宝和植物人开始了同类之间的对话。他说大雄和哆啦 A 梦都是植物们的好朋友，请扫把头不要伤害他们。扫把头这时才发现，原来地球上也有可以说话的植物，一下就亲切了起来。树宝宝请求他们停止回收地球上的植物。扫把头一听又生气了，你这个浓眉大眼的怎么也叛变了？难道你要包庇人类吗？树宝宝毕竟是地球上土生土长根正苗红的好树苗，说话当然向着地球。他说地球上的植物和动物互帮互助的生活着，动物虽然以植物为食，但是动物死后又会变为土壤，养育着植物。吃了树木果实的小鸟帮助它们种籽，吸食花蜜的昆虫也帮助它们散布花粉。很多人类都深爱着植物，用心培育着植物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植物要靠吸收动物呼出的二氧化碳才能存活下来。地球上的生物都是共生关系。现在地球文明发展太繁荣，人类确实以为地球是人类所拥有的，所以才对植物过度砍伐。不过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呼声也日渐高涨，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再这么下去是不行的，所以请给他们一点时间，人类一定会还给植物们一个美丽的大自然。真不愧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小树苗，你听听，这话说的就是有水平，那叫一个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扫把头当即就召唤了一个大闪电，朝同伴发送讯息，脑壳上的树枝都支棱了起来。扫把头决定停止地球植物回收计划，但是100年后，如果地球比现在的情况更糟糕的话，那时他们一定会回来的。小树苗就这么化解了一次外星危机，成功拯救了地球。扫把头也宣布把吸收上来的植物都送回地球上，但是孩子长大了总是要离开家的，更别说是成了精的小树苗了。树宝宝也想跟着植物人去看看进化后的植物文明，于是决定跟着飞船一起离开。这还是棵志向远大的好树苗，我们当然不能阻拦他。离开前，他拉着大雄的手，感谢他们这段时间对自己的照顾。最后，大雄和哆啦 A 梦目送着他被送上飞船。看着离开的树宝宝，大雄下定决心一定会守护好地球的绿色，等待着树宝宝学成归来的那一天。看着这一幕，感觉自己的眼睛里进了沙子，怎么就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的呢？送走了树宝宝之后，天都黑了，大雄和哆啦 A 梦赶紧往家里走。走到一半，他们才意识到现在时间已经这么晚了，肯定会挨骂。果不其然，他们一进门，妈妈就给他送上了臭骂套餐，质问他这么晚才回来，到底到哪玩去了。大雄只好实话实说，妈妈，我们是去拯救地球了。很可惜，妈妈并没有相信他的鬼话，但是这一次大雄真的没有说谎，这年头怎么说实话都没人信了呢。好了，大雄和植物星人定下了100年之约，看了动画的我们也要为了保护植物、保护环境而努力的呀，毕竟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。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